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希望您在这里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今天我们想为您带来以下新闻：飞科电器重金请王一博代言背后，员工降薪，董事长涨薪逾50亿分红之争。自春节前宣布演艺明星王一博成为公司全球代言人之后，剃须刀行业龙头飞科电器迅速在各大线上销售平台上掀起了一波新的流量浪潮。无论是电商首页的横幅广告，还是短视频平台的产品推广，王一博的形象几乎无处不在。对于一家深耕个人护理电器多年的企业来说，明星代言向来是品牌营销的重要工具，而当流量艺人与消费品牌结合时，往往会迅速放大品牌的曝光度与讨论度。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次典型的商业操作，企业投入巨额营销费用换取市场关注，借助明星影响力推动销量增长。然而，当聚光灯从广告画面移开，回到企业内部，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在这场流量与资本的合作背后，公司普通员工究竟得到了什么？作为当前娱乐行业的一线艺人，王一博的商业价值毋庸置疑。无论是品牌合作数量还是市场号召力，他都处于国内艺人中的第一梯队。因此，其代言费用自然与飞科电器此前合作过的明星不可同日而语。例如过去的品牌代言人贾乃亮，虽然同样拥有一定知名度，但在流量影响力与商业报价方面，与王一博之间存在明显差距。也正因为如此，在宣布新代言之后，飞科电器明显加大了广告投放力度，从传统媒体到互联网平台，从直播带货到社交媒体传播，营销活动几乎覆盖了所有主流渠道。企业试图通过这种高密度曝光，让品牌重新回到消费者视野的中心。这种营销策略在过去几年并不罕见。事实上，飞科电器在广告宣传上的投入早已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根据公开财务数据，从2022年开始，公司广告宣传、推广及促销费用便大幅增加。当年相关费用同比增长超过 55%， 达到 9.2 亿元。到了2023年，这一数字继续上涨，增幅接近 30%， 总额达到 11.7 亿元。进入2024年，相关费用进一步增加至 11.9 亿元。换句话说，在短短3年时间里，飞科电器在营销推广上的投入已经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但与营销投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司普通员工的收入情况却显得格外谨慎。根据财报数据，飞科电器员工人均薪酬在近几年几乎没有明显增长，甚至在部分年份出现下降。公司尚未公布2025年全年年报，但从前3季度财务数据来看，公司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为 4.1 亿元，较上一年同期有所减少。这一数字的下降意味着一个现实问题：如果员工人数没有明显减少，那么员工平均收入实际上是在下降。事实上，员工薪酬下降的趋势在2024年就已经出现。根据东方财富 Choice 数据，2024年飞科电器员工人均薪酬约为 12.9 万元，同比减少约2600元。虽然这一降幅看起来并不算巨大，但在整体收入增长停滞的背景下，它却反映出企业内部薪酬结构的某种变化。尤其是在此前几年，员工收入曾经历过一段明显增长期。时间回到2021年，那一年飞科电器的员工薪酬曾出现一次较为明显的提升。当年公司人均薪酬较上一年增长超过 20%， 达到 12.1 万元。同时，公司员工人数也从不足3000人增加到3766人，新增员工超过770人。那一年，无论是员工规模还是收入水平，企业都呈现出扩张态势。
到了2022年，员工收入仍保持小幅增长，2023年进一步增加至13.1万元，涨幅接近1成。正因如此，当2024年开始出现下降时，这种变化显得格外引人关注。与此同时，公司员工数量也并不稳定。2021年员工人数大幅增加之后，2022年便出现小幅下降，2023年重新增长，而到了2024年又再次回落。这种波动意味着企业在人力资源策略上可能正在进行调整，而在所有岗位中，销售人员的增长却格外明显。数据显示，2022年非科电器销售人员刚刚超过600人，到2024年已经增长至1075人，增幅接近80%。换句话说，公司正在明显加强销售团队规模，希望通过更强的渠道与市场推广能力来推动产品销量。然而，销售团队规模的扩大并没有如预期那样带来收入增长。2024年，非科电器实现营业收入41.5亿元，同比下降约2成，创下3年来的新低。到了2025年前3季度，公司营收继续下滑，略高于30亿元的收入规模也成为近4年来同期最低水平。企业在营销、销售方面投入大量资源，但营收却未能同步增长，这使得市场开始重新审视这种重营销的发展模式。在这样的背景下，员工薪酬增长停滞甚至下降，似乎成为一种企业成本控制的结果。但与普通员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司高管的收入却保持着稳定增长。尤其是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裁李盖腾的薪酬变化，更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数据显示，非科电器高管薪酬总额在2021年为904万元，到2024年已经增长至1035万元，整体增幅接近15%。在所有高管中，李盖腾的收入明显领先。2024年他的薪酬达到361万元，相比2021年增长超过40%。而与他薪酬最接近的高管是公司财务总监胡莹，其薪酬为133万元，不到李盖腾收入的40%。这种差距使得企业内部收入结构显得更加分化。当然，对于一家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来说，薪酬并不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真正决定财富规模的是公司股权带来的分红收益。李盖腾直接持有非科电器9%的股份，同时通过上海非科投资有限公司持有80.99%的股份，两者合计持股达到89.99%。而在这家投资公司中，98%的股份属于李盖腾，剩余2%由其母亲陈玉凤持有。也就是说，这对母子几乎掌握了非科电器的绝对控制权。自2016年上市以来，非科电器累计现金分红达到55.8亿元。按照持股比例计算，李盖腾与陈玉凤可以分得约50.2亿元。相比之下，几百万元的年薪只是其收入的一小部分。真正庞大的财富来源来自长期稳定的分红回报。因此，在企业内部形成了一种明显对比：一方面，公司营销投入持续增长，明星代言费用不菲；另一方面，普通员工收入增长缓慢甚至下降，而实际控制人却通过分红获得巨额回报。这种结构自然容易引发外界讨论。关于明星代言费用，虽然非科电器并未公开具体金额，但市场可以从其他企业的招股说明书中获得一些参考。例如，正在申请上市的未来穿戴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在招股书中披露，2021年公司支付给明星 A 的代言费用为1389万元。文件中没有明确说明这位明星 A 是谁，但当时该公司最知名的代言人正是王一博，因此外界普遍认为两者存在关联。如果4年前的代言费用已经达到这一水平，
那么如今王一博成为飞科电器全球代言人，其费用显然不会低于这一数字。如果将这一笔代言费用与员工薪酬进行对比，问题就变得更加直观。2025年前3季度，飞科电器支付给员工的现金减少不到2000万元。如果将这笔资金用于员工收入分配，那么员工平均收入是否还会下降？这或许正是许多观察者提出的问题。与此同时，营销投入是否仍然有效，也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回顾2022至2024年3年时间，飞科电器广告宣传费用持续增长，但营收表现却逐渐走弱。2022年公司营收仍保持2位数增长，而到2023年增速已经降至个位数。2024年，在广告费用进一步增加的情况下，公司收入却下降近20%。到了2025年前3季度，公司营收继续下降，而销售费用也开始告别此前连续增长的趋势。这意味着一个可能的现实：单纯依靠增加广告投放与明星代言，并不一定能够持续推动销售增长。当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消费需求趋于理性时，品牌影响力固然重要，但产品创新、渠道效率与成本结构同样关键。资本市场对这一策略也给出了自己的反馈。自2026年1月28日飞科电器宣布王一博成为全球代言人以来，到3月5日收盘期间，上证指数整体基本持平，而飞科电器股价却下跌了约 6.9%。这并不能简单理解为市场否定明星代言，但至少说明投资者仍在观望重金营销是否真的能够带来业绩改善。在商业世界中，明星代言、广告投入、市场扩张，本质上都是企业追求增长的一种手段。问题并不在于企业是否应该花钱营销，而在于当企业资源被大量投入到品牌曝光时，内部员工、企业治理与长期发展是否同样得到足够重视。对于飞科电器而言，王一博代言无疑会带来新的流量与关注度，也可能在短期内提升销售表现。但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一家企业真正的竞争力仍然来自产品、管理与人才。当员工收入停滞、市场增长乏力、营销投入不断上升时，这些问题迟早会进入公众视野。或许，这正是这场讨论真正的意义所在。明星代言只是表面的商业故事，而隐藏在其背后的是一家上市公司在增长压力、资本回报与员工利益之间如何寻找平衡。未来飞科电器是否会继续加大营销投入，王一博代言是否能改变业绩走势，仍有待时间验证。但可以确定的是，当企业的每一项决策都被放在公众视野下审视时，关于公平、效率与责任的讨论也会越来越多。感谢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这条新闻对您有帮助，请记得点赞、评论并订阅频道。祝您生活充满正能量。再见，我们下个视频见。